看小明的右脑。今天小明会和大家一起继续上期关于惠安女子和人文关怀的议论。不过如果你是新来的话，交保护费。别跑，我们很温柔的。我是说，如果你是新来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话，可以点击影片的右上角的资讯卡。回顾一下上一期的内容。上一期我们提到对于惠安女子表层的理解，对于她们任劳任怨的歌颂和赞赏，仿佛作者是欣赏她们面对压迫隐忍的性情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诗中出现的意象，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哦。首先，滩边野火在远方，一个充满原始意味的意象，可能是介于远古的蛮荒时代，但火也常常代表希望和生命力。但这火却在远方，两次重复，更加凸显了希望的遥不可及。而下一句琥珀这一印象也十分值得考究，就是惠安女子眼睛的颜色，也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无辜被树脂定格在时间里的小小昆虫，都是鲜活的生命？有人问过他们的意见吗？有人问过他们的意见吗？没有，他们是在自然规律中成为了生命沉积而成的化石，接受命运的束缚。如果把这一特点放在惠安女子身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惠安女子就像是传统的这个松脂束缚住的生命，她们身上的枷锁、苦难都来自于这个部落的历史文化。这样一来，惠安女子的形象和命运就有了文化传统的深渊。下一句古老部落的隐士，这一句不但强调了习俗的深根蒂固，更配合了下一句约束，来直接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惠安女子的束缚。上期视频我们提到，惠安女子所佩戴的银饰，相传是母系社会解体时女子被男子所靠的象征。柔软的腰肢和繁复的银饰两相对比，更加体现了惠安女子所受的禁锢之沉重。幸福不可预期，一句直接点明惠安女子的生活中并无真正的快乐，这也配合了下一句蒲公英的意象。这些女子的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像是蒲公英的种子，但最终只能落在海面上。浪花无边无际，不仅希望无处生根，梦想最终破灭。而且在无边无际的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下，他们的个性和梦想似乎永远也没有实现的一天。在这个对于苦难的描述下，作者又使用了3个意象：洞箫、琵琶、晚照，来营造古韵却忧伤的氛围，将他们的苦难不仅放在一定的空间背景下，更添加了历史和传统的厚重。接下来一个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的动作，一个咬字把惠安女子将苦难咽回内心而不外露的形象刻画得格外出神。这个动作既体现了他们主动的对于苦难的隐忍缄默，却也有被迫沉默的无奈。但不管是哪种，他们的动作都是轻轻的、温柔而不动声色，仿佛这一切疼痛、压迫都不足为提。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最后一节则对于惠安女的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描绘。她们优美的站在海天之间，仿佛是新时代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但人们忽略的是她们的裸足，她们和生活苦难无时无刻的亲密接触，她们被强加在身上的命运，她们行走在简滩礁石上，行走在苦难和磨砺之中，而这一切都被人们忽视了。人们只看得见她们美丽柔弱的外表，优雅从容的姿态，作为一个正确的女性形象的符号，却看不见她们作为一个人所要承受的磨难和苦涩。于是她们被简化为风景传奇，作为标杆性的人物受人歌颂，却像舒婷在《神女峰》里所写的一般，变成了空洞的让人惊叹的雕像，而非真正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分析到这里，你还觉得舒婷对于惠安女子的态度只是简简单单的歌颂而已吗？舒婷在这首诗中采用第二人称叙事，仿佛在和惠安女子对话，这样其实拉近了读者和惠安女子之间的距离。你不是杂志封面的插图，而是一个可以对话、有思想、有真正生活的人。这首诗也就因此变成了倾诉者和聆听者的相互关怀。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首诗存在着双重视角。当
作者对于惠安女子的命运进行描写时，体现的其实也有传统的世俗的视角。这个视角来自于惠安女子所在的那个部落的文化，代代相传，深根蒂固，以至于读者甚至惠安女子本身都已经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苦难重担。这种视角将受到约束的腰肢、少女的梦的破碎，独自消化苦难，赤脚走过简滩河礁时视为理所当然。这个视角也就让诗歌产生了一种反讽的意味。这两种视角的对立，其实体现的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志。最后一节中，作者刻意提出惠安女优美的表象，令人忽略了她们作为人所需要经历的痛苦。其实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忽略每一个人，惠安女子也好，或是神女峰里的神女，兄弟里的战士，他们作为一个人本有的情感、经历和愿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将彼此看作是封面上的插图、冰冷的雕塑，而永远保持着那种冰冷的距离，才能真正的理解彼此。舒婷曾说，今天人们迫切的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尽可能的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诗正是可供选择的道路之一，因此它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目的是为了写一行饱满的诗进入所有的心灵。而《惠安女子》这部作品就是一行饱满的对于惠安女子心灵的探索。洪子成评价说，舒婷诗歌里表现的情感、心理冲突之一，是放大了历史责任所构造的精神压力，对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但是抛开文本的内容本身，舒婷这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观察惠安女子受传统束缚的生活的诗歌，是否能和作品的主角惠安女子产生共鸣呢？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生活是被约束的？你的生活是被约束的吗？是赤足踩在粗糙的简滩和礁石上的吗？还是他们已经在无边无际的时代历史浪花中习惯了这种普遍的忧伤，甚至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忧伤，而是生活本来就该如此呢？这也许是作者在柔美却坚毅的文笔之下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舒婷笔下的惠安女子也只是万千众生中的一种生活形态，而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种形态，现代的读者们如何评判这种形态，就只能交给时间去解答咯。谢谢你们收看这一期小明的右脑。如果有任何想法、建议或疑问，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里哦。文学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小明的右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讨论、掐架和学习中，每一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拜拜。